这是越南最大的岛富国岛，这里有野生动物园 Safari、最大的游乐园、全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水上世界、威尼斯小镇和欧洲风格的日落小镇，众多的5星级酒店和度假村，岛上还有各种烟花秀和水舞秀。而这个美轮美奂的度假胜地却曾经是人间炼狱，关押过越南战争期间的4万多北越游击队员。而今，越南政府和越南最大2个财团太阳集团和珍珠集团共同建设，豪掷160亿美元，10年时间，这个小岛摇身一变，变成天堂度假岛。值了，这票价值了，看到老虎打架了。这个小小的岛建了动物园、游乐园，还有水上世界，所以今天咱们去看一下这个160亿打造的一个岛。首先呢，我们先去一下他们的动物园。据说啊，这个是越南最大的一个动物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监狱，整个岛都是一个监狱，现在却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度假小岛。这个就是白天的威尼斯小镇。动物园非常远啊，在17路和19路过到终点站之后呢，还要在这边等一班车，大概20分钟一班车，然后坐到动物园。到终点之后再坐这个免费的巴士 V4.1。Safari 到了。这个动物园啊，为什么是叫 Safari 呢？因为它是开着一辆车穿行在野生动物之间，而并不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面让你去看。这是动物园的地图。Safari 的时间是9点半到3点20分，然后就是开着车嘟嘟嘟嘟嘟嘟这一圈转过去。这些动物就是放养在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简单的来说，就是偷看动物的快乐和被动物偷看的快乐，还有喂动物的快乐。我是在网上买的票，门票加上餐票再加上 Safari 的车票，就是206。这是动物园的门口。好像不需要换票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哇，这些是火烈鸟吗？哇，好漂亮啊！这些火烈鸟以前我只在画里面看到过，或者是从照片里面看到过，或者从视频里面看到过，没有亲眼目睹过。哇塞，它的腿好细呀！介绍没有中文，差评。这边都有写一个喂食时间，可惜现在不是喂食时间。现在坐上了游览车，准备来看一下这些动物。哇哦，这个是啥？嗨，你好，进来看看。白蛇，白色的大蟒蛇。白素贞，你怎么跑这里来了？看它的头特别小，下面的身子特别粗。哇，它吃鸡腿呢。哦哟，它不吃。哇，这位兄弟在思考人生吗？这仰望天空的姿势好帅啊！哇，你在睡觉吗？喂，起来上班了。哇，好美味的样子哦。哇，大口大口的吃。我还第一次肉眼看到这么大只的鳄鱼呢。Hello， 据说鳄鱼有2种，一种是嘴巴尖尖的那种，一种就是这种嘴巴短短的。嘴巴短短的，据说会吃人的。这大象生活的环境挺好啊。哦，他在干嘛？是喜欢看动物在干饭。哦，黑熊睡觉。黑熊思考人生。哇，2只河马打架呢。这是什么动物啊？臭萌臭萌的。一个人走在这里面，远处传来动物的叫声，还真有点惊悚。它要是有1、2个越狱了，我咋办？白色的羚羊。羚羊啊，就跟着吼了一声。朝我走过来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 ，Safari。要坐着一辆车，然后进去，里面都是动物，都是野生的。Safari 就要坐这种车了，封闭的，因为会有很多动物会朝你冲过来。Hello。Why? This is India antelope. This one can run very fast, about 80 kilometers per hour. Do anyone with you color black and white? 好可爱。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片区域里面，半野生状态。好多好多鹿呀！ When they grow up, they can weigh about 200 kilograms. This one is the biggest animal in here. Now look on the left side. You can see the monkey in jungle when the animal. This is the native 而 monkey. 且数量啊什么的都挺多的。这只猴子闯入了鹿区，这里都用铁栅栏围着，看到没有？ We need to go through this door. Wow, right now only stand here. I see the tiger on the right side. When the bus go inside, look to on your right if you want to see the tiger. Not one. I see about 2 tiger on your left. One and one more behind, right there. 还有一个。哇！值了值了，这票价值了，看到老虎打架了。 Just kidding, not fighting. 哦，他们在开玩 Just 笑， kidding. 他们在开玩笑，不是在打架。这个才有老虎的样子哦！哇！ Every day in here, we feed for one tiger about 10 kilograms. 其实坐在这个车上，我不懂是我们在看动物，还是动物在看我们。进入了狮子区。哦，他说熊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它非常的危险。熊上树。Coming to the lion. Next is Africa lion. Africa lion， 非洲狮。 Every day, they spend about 20 hours just for sleep and relax, and they go around for find the food only for hours. Sleep up to 20 hours. 睡20个小时，就4个小时在寻找食物。In what? Hello。哇，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狮子啊！我离狮子就1米。这个是一家。 哇，一个狮子通常是有7个老婆。这边是一片相对安全的区域，都是食草类的动物，所以它们都几个都放在一起。哇，斑马！哇，这个游览车坐的超值。如果来这个动物园不来坐这个游览车的话，我觉得它动物园的门票就太贵了。 This one, they have a bird. They have. 哇，好漂亮！ You know, every day giraffes spend about 22 hours just for eating, and giraffes sleep only 2 hours every day. 每天都在吃。 We feed for every giraffe about 30 kilos. Live in Tehran. Hello。哇，都在干饭呢。那个。 얘 쳐다보고 있다. 这个动物园动物数量好多呀。一群斑马在干饭。우와. 你真美，你真美。 Thank you so much. 结束了，朋友们，观光车看野生动物这个体验真的太好了，特别是他们这里的动物还挺多的，就是一群一群的，看过去特别过瘾。长颈鹿餐厅，长颈鹿戴上了厨师帽，那边有个松鼠 ，Hello。套票里面包含着一顿餐。
来，先把自己给喂饱，然后再去喂长颈鹿。服 Yes, how many people? one。 Just one? 嗯 Okay. 哼。哦，这些选一个。I have only 3, 4, 7, 8. 哦，就4样了。啊，this one。这个就是长颈鹿餐厅，一边看着长颈鹿一边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调戏长颈鹿。我可以拿这个青菜喂它，看看这2大块牛排。太饿了，现在3点多了，我的午饭都还没吃呢。在这个乐园动物园里面是16万，就是48人民币。有点好吃。之前有人吐槽说这个餐厅的餐不好吃，还行，分量也够啊。我身后就是长颈鹿，它在干饭，我也在干饭，这种神奇的体验还是第一次。都在这边喂鹿玩鹿呢。我感觉长颈鹿它特别的，看着特别优雅的那种感觉。哇，好可爱！还有呢，现在饲养员要把草绑到这个竹竿上面去。朋友们，太有意思了！推荐你们来玩的话，就直奔这个 Safari。Safari 玩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在长颈鹿餐厅里面吃饭，然后喂它食物。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你再在这个公园其他地方随便闲逛一下。Hello， 哇！一进来就看到了这个 ，Hello， 不要咬我，不要啄我。这个鸟红色的好好看哦。Tại đây, quý khách sẽ có cơ hội trải nghiệm hầu là ngôi nhà 100% là nhà của thế giới. Chim cánh cụt là địa điểm nằm nguyện để thể hiện sự thành công của đại sữa. Và chúng ta sẽ cùng nhau nhập vào 好大一座空城。其实那些动物可能之前在其他的动物园咱们也都见过，包括老虎啊、狮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是很常见的动物了。但是其实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仿佛让我回到了一种童年时光。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好多年都没有进过动物园了，就是因为觉得好像自己都看过了，然后都没有去动物园，反而让我去体会到了一种非常久违的快乐。特别是在喂食长颈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开心吧，特别的治愈。大家早上好，又是在富国岛醒来的一天。Yes. It's for you. OK， Thank you. 我一般会加一点点炼奶，一点点，然后咖啡倒1/3，再加入纯牛奶。在青旅简单吃个早餐，一个晚上46块的青旅有这样的早餐。出发去看全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现在正在越南的富国岛旅行。今天一出门我就发现天气真好啊，哈哈，给你们看看，一点云都没有。在海岛旅行啊，天气跟风景你只能选择一个。如果风景好看的话，天气就会比较炎热。这个免费的公交车，它19路去的地方会更远一点，17路只到机场，19路的话，机场出来还会再开个7、8公里。我们先坐19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富国岛的中部，动物园跟游乐场是在富国岛的北部。现在要去富国岛的南部坐缆车，它这个最长的缆车呢是连接好几个岛的。
最后会到香岛。香岛是一个大型的水上游乐园。如果你买了缆车票，这个香岛的门票是免费的。富国岛这个免费的公交车还是非常赞的，这一点呢就比泰国某些海岛要好很多。如果你在泰国的话，你就不得不租摩托车，然后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用他们的这个公共交通。这里已经是偏南边一点的区域了，南边一点这边特别多度假村、酒店。整个富国岛它都是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些当地比较贫困的人。看这些铁皮屋子。到了，然后终点站呢就是在这儿。这个缆车出了一个接驳巴士啊，原先我不知道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接驳巴士的这个时间表，这个可能比较不好看懂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儿，这个是从缆车站然后到这儿，这个我们坐这个，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然后到这个太阳世界的缆车站。现在的时间是15分钟，11点15分钟，我们坐11点20分钟，然后在11点35分钟就会到，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还等2分钟就来了。这样的一个接驳巴士啊，这个估计是刚刚开的，在攻略上面都没有看到。Hello. Hello. Free. Free. Okay, thank you. Okay. 有点像是冰箱哎。这又是一个欧洲风格的小镇，依旧是空空的。所以你们知道160亿美金都花到哪里去了吧？想建这样的一个小镇，一个又一个。哇，好漂亮！哇，这几个建筑好漂亮。夸不夸张？连欧洲的这种古城堡都搬过来了，复刻的还真的很像。南边的这个欧洲小镇建得更漂亮了。连这种欧洲的古堡都仿制过来了。南边的海滩会比中部的海滩更好一点，然后酒店呢也会更加的高级一点，连厕所都是欧洲古堡风。哇，这个厕所、洗手盆有特色啊！这里是卖票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在网上买好票了。这里就是入口，但是现在时间还没到，还有20分钟。我们先去旁边喝一罐饮料，这一罐饮料3万，折合人民币9块钱。这可乐的价格是外面的2倍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声音？可乐3万，第一口值2万。接下来我们就要乘坐全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它并不是全世界最长的缆车，而是跨海。世界上最长的高山缆车是在咱们中国，长达7公里，而这个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也是长达7公里多。下午的5点就关闭了，所以要在5点之前过来坐缆车，不然你就被困在岛上。OK， 现在坐上来了，噔，这缆车很大，有3排的座位。哇哦！哇，还是挺漂亮的。可以。虽然现在天气已经不好了，所以海面就没那么蓝。我们要坐到那么远呢？这边有好几个小岛，到最后一个小岛。哇！但是这里的就是海滩上面的，不是一些度假村了，是当地人的房子，很多都是水泥包着铁皮。哇，这里的海水好清啊，就是岸边有点脏。我现在就在全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上，噔噔噔噔，哇哦！下面有几艘渔船，这里有一个渔港，停泊了好多渔船。
这个轿厢里面，我估计能坐上20几个人吧。我现在就有一种飞翔在大海上面的感觉，也带你们体验一下。这个缆车票呢，如果加上他们有一个叫亲吻桥，它是一个套票，一共是人民币170块钱，也包含着这个水上乐园的门票。哇，好高啊！有没有恐高的朋友？我现在感觉坐在这个缆车上面还是相当稳的，而且它的速度比较平均，它不会一下子快一下子慢。在这个索道没有建成之前呢，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是在芽庄那边。另外，这个富国岛上面啊，还有全越南最大的游乐场和全越南最大的动物园。就其他地方你可以不用去了呗，你来这富国岛，全越南最大的给你玩遍了。我坐的时间可真久啊，我都快睡着了。我好想去下面这种岛上面去玩一玩，这水好清哦。耗时大概20分钟。哇，这个俯冲的速度好快啊！哇，惨叫声，刹车还挺快的。我可是非常的淡定，我都没有去尖叫。哇，这是非洲土著表演吗 ？Hello， 嗨，嗨，这边有个餐厅啊，它好像这边是有自助餐的，然后它的收费是25万，也不高。但是现在不是吃自助餐的时候，那可以过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价值75的自助餐，米饭就不看了。这个有肉类的 ，OK，Thank you。炒面，烤翅膀，感觉没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些凉菜。哦，这有一些烤鱼跟烤虾，香肠。肉类的，有一些越南本地特色的粉。这个自助餐已经快结束了，就3点结束，所以呢已经不能进去吃了，匆匆看一眼，咱们去玩一些娱乐设施吧。它有分陆地的部分跟水上的部分，现在我们先去陆地的部分去玩一下那个木头做的过山车。你们会害怕吗？过山车是木头做的。哇，已经有人在上面了，惨叫声，哇，这速度好快啊！哇，有点可怕，有点吓人啊，朋友们。我还真的挺担心的，因为它是木头做的，而且它在海边，木头呢长期被海风的腐蚀嘛，就真的是全部用木头做的。No OK， 他们不让我带摄像机进去，手机也不让带 ，GoPro 也不让带 ，GoPro 绑在胸前也不让。好了，我就做完以后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感受吧。朋友们，我出来了。哦，不是特别推荐你们去，因为它会比你想象的恐怖10000倍。我几乎是把眼睛给闭上的，就像是那样，你也可以体会到非常强烈的一种失重感。当你知道它还是木头做的时候，你就更加的害怕。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失重感跟速度感，你已经完全的把这个木头做的已经抛诸脑后了。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木头做的嘛，那个木头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整体玩完了之后，等速度慢下来了，你会感觉哦，我终于活过来了。如果你们要体验劫后余生的感觉，你们就来坐这个云霄飞车吧。可能再让我坐第2次，我会拒绝，我肯定拒绝。这个是云霄飞车的海报，890米，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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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这个是跳楼机，体验失重感。人类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为什么？现在进来水上乐园了，这边有很多躺椅。我们先去换一个泳装。往往刚才的云霄飞车，我那人还是懵的。
就想去水上漂一漂，来缓解一下。纯包，纯我这个大包要80。你们以为我要穿比基尼了吗？我带了这个潜水服啊，身上打湿。我想玩这个漂流，在终点要自己拿一个。漂流开始。刚才经过了云霄飞车，现在，这个太舒服了。现实情况下是好堵的，人好多。但是它这个水啊，它有一定的水流，缓缓的水流，你也不用控制方向，反正就是往下飘就对了。有时候会打转，所以你们知道这160亿美元花在哪儿了吗？其实我觉得咱们国内也有这种，就是完全的度假的那种度假小镇，然后建完之后就没有人，好多都是这个样子。刚才已经游完一圈了，现在第2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做旅行博主还是挺好的。在你们在上班的时候，在你们在朝9晚5的时候，我在这边玩水；但同时你们可能在看电视，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在剪视频；那你们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剪视频。这个人就直接从上面嘟掉下来，滑下来，我心脏受不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套票还是挺超值的。180元包含缆车跟这个2个乐园。朋友们，我好郁闷啊！一个人来啥也玩不了，因为我手上拿着这个 GoPro， 他们不能让拿着 GoPro 然后去玩，然后又没有地方可以寄存，除非是在那个换衣服那个地方，我又不想跑那么远，就来这边玩水。这好浅啊，你们看，才到我这儿。哇，好厉害的小哥！哇哦，这么厉害的吗？可以想飞哪就飞哪吗？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点回去，这样能够装下很多人，所以他排队也是挺快的，所以就排了有15分钟吧，就过来了。缆车出发和到达这个地方叫做日落小镇，然后远处有一个桥叫接吻桥，下面有一个很不错的沙滩，然后这里有一些餐馆什么的。玩累了，先歇会儿。外面就是接吻桥。这个接吻桥是这么解释的：全长800米的接吻桥由意大利建筑师的设计，融合了意大利建筑智慧和越南建筑力量。桥的2半支在中间接近汇合，相隔30厘米。哦，这样就是桥的一半，这边是一半，这边是一半，中间只相隔30厘米，刚好可以拥抱、握手，甚至接吻。就是这儿了，拉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儿。日落小镇的娱乐项目还挺多的，而且大部分是免费的。这边有一个，看一下哈，每天有6点到6点20有个爱情漩涡表演秀，还有一个是艺术烟花，每天都有烟花，还有越南木偶免费体验。其实我觉得在越南搞这些欧洲的建筑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我觉得更应该建立他们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可能他们最先想要吸引就是本国的，就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比较喜欢欧洲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到了一个地方，更想体会的是当地风格的东西。建了一堆房子没人住，有啥意义？有啥意义呢？这个就是日落小镇，上面是最长的跨海缆车，现在停了。这边就是接吻桥，
坦白说啊，这个整个岛建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它整个设施让你感觉到是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干净。很遗憾的是，没有多少游客买单，而且富国岛的海水受季节的影响也是非常厉害。看看这个日落小镇，晚上9点他们会把这个当做舞台，在这里表演一个秀。远处是一些座位，那如果我站在这边，不是也能看得到吗？哇哦，这个角度看起来特别浪漫。加上它这个桥上时不时的就有这种配乐，如果感兴趣的情侣可以女的往这边上，男的往这边上，然后在中间握手、亲吻、拍照。刚才还在说呢，就有一对。不小心被我抓到了，亲完就要分开。我觉得它这边的很多东西的安排啊，都跟这个线路有关。你看，我们刚才从缆车下来了之后，然后就来到这个桥上看日落。看完日落呢，再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夜市，在夜市吃完东西呢，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其实我更喜欢待在这里，胜过于去桥上。在这里看着一个个狗粮。现在我坐在这里补充一点狗粮。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啊，就是会经常的不断的在变化的地方看日落。我要看够100个国家的日落。你们会陪我一起吗？吃货时间到，来到了富国夜市，看到了烤肉、猪肉、牛肉，一串牛肉6块钱。咱们不着急，先再走走看。这里卖的东西啊，已经不是越南特色了，啥都有。我感觉这个夜市价格还可以，没有特别离谱。一份鸡肉粉5万，已经算很好了。先来杯甘蔗汁1万5，虽然比其他地方要贵个2倍。再来根烤串1万5，就是4块5人民币，鸡肉的。买了这个和这个，越南的披萨和牛肉卷。吃了越南披萨这么多次，还第一次给了一个碗装，还切好了。然后价格还挺便宜的，1万5。哇，就是里面东西有点少，它只放了鸡蛋跟洋葱，没有火腿。这个夜市整体还算不错的，价格挺平价的，甚至我觉得比市中心那个夜市要好。这个是牛肉卷，烤得真棒，里面牛肉非常多汁。这3个真风情万种。哦，这是一个中国面哦，鸡丝面中和，还有功夫叉烧。这夜市是我在越南见过少数几个比较不错的了，干净，价格不高，而且种类挺多的。来吃雪丸解解馋，这个冰淇淋是1万，也就是3块钱。乌冬碗，点了1碗面和一个烤鸡腿肉啊。然后现在的风景是这样子的，在海边，虽然是晚上看不到大海，但是过一会儿会有烟花秀。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太游客的地方，像这个地方，我仅仅是用来放松一下，就是休息一下。
其实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对很多历史古迹比较感兴趣，像去年去过的土耳其一带，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那一带，我觉得都对我触动挺大了。还有中亚那一带，我很快就要离开越南了，富国岛是我最后一站，下面会去到柬埔寨，我现在非常的忐忑。灯7万，折合人民币21，好小的一碗，就这么点，就2口。就这么点，我应该去吃对面的中国面，这么小啊，还不够塞牙缝，这么小，也不怎么好吃，它是属于汤汁有点甜的那种。然后这个牛肉就是肥牛片，因为这个夜市的小吃还是可以的，一边吃一边等烟火秀。朋友们，我瞬间石化了，这个东西上来的时候，你们知道它卖多少吗？30K。刚才我路过那个摊只卖15K， 他卖30K， 我以为是一整个鸡腿，没有想到是这种。事实证明这边的餐厅不能来，餐厅贼贵。哇，放烟花了，朋友们，9点半放烟花，好漂亮啊！虽然烟花咱们以前也看过不少了。好看。所以你们知道这160亿美金花在哪了吗？每天晚上都要放烟花。这个太阳缆车回来最后一班是2点40的，就是回来要打车到这里。这个是洲际酒店的19路始发站，打车花了我36大洋呢。它在软件上面显示的是17万，后面我给大家讲价讲到12万。真的是来这个岛的南部很不容易。它没有直接到的公交车，如果你去北部的话，都有17路、19路都有，然后会运行到晚上很晚。因为北部的话，就是那个 Win 集团他们旗下的几个游乐场的那个地方。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还没有等到车。后面查了一下19路公交车的班次非常的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40分钟一趟，而且那趟车到这边了之后啊，然后可能就已经12点了，已经就停止了。所以我现在打一辆摩托车去机场，坐17路。这个岛的南边都是度假酒店，所以这里非常的空旷，基本上住这种度假酒店的人都不出来逛的。所以你们要去岛的南边回程的时候啊，要记得就是直接打车到机场吧，不要打车到19路那个起点站，那个叫洲际酒店的起点站。我今天2趟，一趟是12万，一趟是6万，一共是18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如果你们晚上超过10点，就不要在机场等免费大巴，因为它不去机场。我又打了一辆车从机场到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搜，这个是晚上10点之后17路车就在这里掉头转弯，要不去机场了。我在机场等了有将近1个小时，现在已经是凌晨的12点半。郁闷，我今天从10点就准备回来，一直到现在，终于坐上了免费大巴，打了3次车。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1点了，累死了，所以就倒头就睡了。现在早上起来吃一点早餐。我为什么要来富国岛呢？因为它真的太热门了，在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度假小岛上，它已经排名第2位。那他们以前呢，整个岛啊都是一个监狱，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远离越南，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被流放，远离越南的一块海岛上面。这块海岛的位置就是在柬埔寨的门口。这个监狱是建于1949年，是法国人所建的。在1945年他们建国以后啊，就是法国想重新夺回在这个地方的控制权。他扶持了逃往南方的越南前皇帝，以此来成立越南政府。那这样呢，胡志明那边就不愿意了，所以当时啊，他们越南南部和北部就形成了一个分裂的状态。这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北越的政治犯，或者是北越的游击队。随后呢，美国又来插一脚，因为要是能够拿下越南的话，相当于在我国的南边开了一个大门，所以当时美军啊就借北部湾事件插手南北越的战争。在此期间呢，美国向越南输送了非常多的武器。无奈之下，当时胡志明向我们国家毛主席寻求援助，但是我们呢是非常坚定地帮助了他们。
在我们的帮助之下，美军呢在1971年就撤离了这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监狱啊，最主要是看一下，它并不是简单的关押犯人这么简单，而且实行了非常残酷的酷刑。现在这个监狱是作为博物馆使用，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铁栏杆，铁栏杆上面都是刺，这是要想逃出来啊是非常困难。有一个士兵的模型在站岗，那不是真人啊，是模型，还有猎狗。这个氛围依旧是非常的压抑。看这一层一层带刺的铁丝网啊，这要爬出去真是非常不容易啊。中间还有士兵在把守，你翻过了一层还有一层，等到你全部翻过去，你已经去皮开肉绽了，小命就不保了。据说这边曾经关押过4万多北越的人。这些铁笼子的设计真的是惨无人道。你们看这个铁笼子非常的矮，一个人呢想要在里面坐的都非常困难。如果一旦把背伸直，就会刺到上面的刺。然后在晚上呢，他会把这些犯人的衣服全部都脱光。这附近呢还有非常多野兽。在白天呢非常的炎热。这种酷刑呢又叫做虎笼，是当时美国人发明的，非常的残忍啊。然后在天气寒冷的夜里呢，他们还会向这些囚犯去泼水，就是到当时天气冷了之后，身上又带着水，就非常的冷。如果在炎热的夏季的中午呢，还会在旁边烤火，可谓是非常痛苦。这个是一个牢房啊，这个牢房非常的狭小，应该就我看了一下，就4平方米左右吧。这里面有10个人。刚才看介绍说啊，这个牢房里面除了小之外呢，它还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敞开的一个空间，它是完全封闭的，在里面长期你是见不到一点阳光，而且这里面是没有厕所的，大小便呢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10几个人一起解决。哇，这个太残忍了，臭都能把人臭死。这个牢房里面就是讲的是他们昼夜不休的在折磨这些北越的游击队员。很多人呢会在凌晨的时候死去。看，在这个狭小的铁皮监狱里面，关押的人数达到了70到120个人，这个长度大概是25米左右。我觉得这些啊，简单的说就是借着帮你打仗的名义去残害你的同胞。这里讲的是被关押的犯人他们在狱中的一些娱乐活动，弹琴。这个是在干什么？就尽量的能让自己减轻一点精神上面的痛苦。这些是厨房囚犯，他们当时做饭啊什么都是用犯人来给他们去砍柴、去烧火、去煮饭。像这样的厨房囚犯在整个监狱有1000多人。别看1000多人很多啊，但是在这里的有4万多囚犯，1000多人煮4万多人的饭。啊，这个是啥？好大一个坑啊！不会就是把人丢下去吧？哇！据说当时北越胜利了之后，到这里看到了这样的一番场景之后，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水。这就是战争的残忍。他们这个牢房都是用这个铁皮屋子做的，像这种铁皮屋子，在这边分布着，我估摸着也有30几个。哇！哇，这个是要把人活埋，你看他还活着。这个看起来像厕所，这么大的一块地方，有4万多人，就这么，我看一下啊，12个吨位。啊，那边还有，那应该就24个吨位，更可怕了，各种刑罚。你看下面烧的炭，这都是烤人吗？这个是让他们倒立。下面这个一圈一圈的是非常锋利的，把人夹在木板当中，然后捶打那个木板，这个就更可怕了啊！用钉子扎入人的膝盖，还有大脑。现在来这边参观的就我一个人，你们看一下四周空空旷旷的，
很多越南朋友跟我说啊，这个期间他们发生的不是叫内战，而是美国跟法国对于他们的侵略战争。这个房间还有其他的酷刑，这个是电击，这个是干什么？哦，用灯照人家的眼睛。哇，这个是把人装在水桶里面，然后猛地打那个水桶。这个是把人吊起来鞭打，这是拿的锄头在打犯人。这是把他的胸部夹在2块木板之间，然后用他的螺丝把他的这个2块木板越拧越紧。这个是拿着一个锋利的东西往那个嘴巴里面插。这个就是铁锅烧人，太压抑太沉重了。看了这些，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国家要强大，关键的是民族要强大，才能让我们自己不被人欺负。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国家，也曾经有一些这样的历史啊。之前我们去看过731的那个纪念馆，所以我想起来当时去看731纪念馆的那个时候的场景。怎么说呢？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希望全世界都没有战争。虽然现在其实是身处一个并不太安全、并不太和平的一个年代，来这里之后，你就能够更加珍惜现在和平的宝贵。这里面还有一个纪念馆，是当时的一些照片，当时的刑具。这个就是当时钉入人体就膝盖里面的一些铁钉。这个是看到当时用来做倒立的一个东西，就是头是倒立在上面的。这可能是牺牲的烈士，他们后面把这些烈士的遗骸全部挖出来，进行了风光大葬。我们刚才看到的监狱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被作为就是博物馆展出。其实它整个监狱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我们刚才看的一小块，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方块，一个小方块，整个岛都是一个监狱。好了，这个就是富国岛的曾经，跟现在的一个旅游度假小岛完全是2个世界。你们知道吗？富国岛为了吸引本国游客，就在富国岛盖了一座威尼斯，而且还有水的，还有贡多拉。这个地方啊，看起来是漂亮，不过这些里面全是没有住人的。他们原本的思想为了吸引本国游客，结果本国游客啊更喜欢去附近的泰国，因为他们飞去泰国的机票更便宜。结果呢，这个整个威尼斯啊，就相当于是一座空城。目前啊，只有沿街的店面在晚上才有开放。这个贡多拉还是用电动的呢。如果你白天走在这里啊，相当于走在一座鬼城，白天的鬼城。但是如果你晚上过来啊，就是沿街的店面是还开放的，然后就是有这种游客体验项目。咱就不做了，也太游客了。我在想啊，他们在富国岛建了一个欧洲风情的区域，那欧洲人过来旅游怎么想呢？花了大把的机票，飞了那么久过来，你就让我看这儿，就跟我家门口一样。看这些楼上都没有人。虽然打着招牌、打着字，但是都没有人住，几乎没有游客会住在这个区域。还别说，如果是论造景的话，这个景色倒是挺好看的。我要发个装逼照，朋友们，我来到了威尼斯，这里太漂亮了。很多地方啊都会去打造一个人工的威尼斯。像这个好像在澳门也有。后面这个是泰迪熊博物馆。这个地方就像啥呢？就是看起来好看，但是它没有内核，就是只有一个外观。在这里，你丝毫不会感觉自己在越南，甚至连招牌啊都已经是韩文跟英文。这完全是为外国游客打造的一个地方。我知道有很多其他博主来这边拍过视频，说这边有多漂亮多漂亮。无奈我是一个说真话博主，眼见即所得啊，这里漂亮是漂亮，
不过没太大意思。你们看这些房子啊，它看起来颜色都不一样，五颜六色的，但是其实它们这个颜色都同一个色系，而且呢，它是有遵循一定规律的。感觉跟威尼斯比还差点意思。现在来这边旅行的啊，是以韩国游客居多，其次呢是台湾游客。那我也发现了极少的欧美游客。那欧美游客呢，基本上他是不逛这些景点的，他是去那些海滩边上晒太阳。这个地方晚上才有人气，并且呢，它会开到很晚，在晚上10点这里据说有烟火秀，连欧洲的雕塑都有。这个是看表演的餐厅吧，他把所有的椅子都这么摆着。这个就餐环境挺好的，就是那一道菜的价格可能不菲。Crab Crab, yes. Crab kilo, yes. 1 kilo. 1 kilo 1公斤至少要一公斤差不多是400人民币，1斤是200人民币。一只螃蟹约8盎司哦。Yeah. 干梦。I'm student 。我跟他说我是学生，我没有那么多钱，这也太贵了。这有这钱我不如，这也太贵了，有这钱还不如回国吃呢。回国网购螃蟹虾自由，这么对比起来，我算了一下，好吓人啊，朋友们！螃蟹在市场上面卖是25万1公斤。它这里店里面是要卖到130万1公斤，也就是说整整5倍的价格。Small size 500. 500 1 kilo 1 kilo. With a big size 700,000 1 kilo. 哦，炒面一份都要50块钱。服务员肯定内心 OS： 这个抠门鬼，来旅游了都不花钱。我觉得花钱这件事情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并不是说这个钱我没这个钱，而是说我觉得不太值得。那同样的钱，再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场合，甚至于走出这个富国岛，或者是走出这一片区域，就另外一个价钱了。而且往往像在这种地方啊，未必好吃。所以你们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值得来的，风景挺好的，它造景造的挺漂亮的。但是呢，你们就尽量不要消费吧。当然了，土豪随意哈。很多人出来旅行就是为了花钱，那当我没说。大钟楼，我觉得这里好分裂哦！你们看，这里他们街中间啊是夜市，就是比较热闹，然后吃的人也比较多。那旁边的建筑物都是空空的。非常荒凉。离开了那条威尼斯运河，这边就好冷清啊。其实像咱们国内可能也有这样的地方啊，就是花了大笔的投资下去，建了一个很庞大的古城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没有游客买单，最后呢这些地方都是空出来，空空的，像鬼城一样。朋友们，这里鬼城里面有个鬼屋，果然是个鬼城。他们越南本国的人肯定想，我花同样的钱，我去泰国不香吗？而且还可以体会不同的文化，吃不同的美食。我富国岛，你就让我看这儿，看这个人工打造的所有的东西，而且价格还死贵。哎，这个公园有点意思哦。你们看，这个女生手上的水比较多，男生都没有水，这是为什么呢？女生爱出汗吗？哇，这个雕塑也挺好看的，挺有意思的。这个雕塑说的是脑袋进水，要放一点水出来。我是开玩笑的，朋友们。哎，我现在就怕说错话，被好多人喷呢。我来富国岛之前啊，就有很多人说这里物价低，这哪里低了？哪里低了？今天这里也差不多也闲逛完了，
就逛一圈，逛荡一圈，也没拍什么照片，因为这种景让我不太想拍照。好了，溜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1国越南，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富国岛是我在越南的最后一站了。